打开无底的天窗，夜空点缀着星光。黑夜或许很漫长，却阻挡不了天亮。只要你驻守着希望，我懂你面对的困难，我明白坚持很难。别一个人承担，因为你并不孤单。其实爱就在你的身旁。爱会将心中的黑暗全部都照亮，每一束光芒都会变成力量。爱会在你荒凉心中播种出希望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前，幸福就在前。别害怕艰难，幸福就在你的前方。老兄啊，你有什么事情想不开呀？别这样嘛，想不开。再说吧啊！你家在哪里呀？啊，有没有电话啊？啊！死了！救命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他晕倒了啊！先生，怎么了？爸，小叔，宝妈呢？他在房里睡觉。找到二叔吗？哎呀，我们去过他公司，也问过他同事，他们都说不知道阿叶去了哪里。那应该问问美珊啊，她应该会知道吧？就算他知道，他也不会说的。怎么说都是夫妻一场嘛，难道她真的不关心二叔吗？如果她还会念什么夫妻之情，她就不会把一个生病的老公赶出门外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讲的就是这种势利的女人。爸，二叔。悲剧的发生。居住户周先生说，他和太太从超级市场购物回来时，就发现该名男子企图跨过栏杆，而且想往下跳，急忙上前将该名男子拉住。该名男子当时情绪非常激动。过后，警方赶到现场时，发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，似乎身患重病，而且还一度昏迷过去。目前已送往医院急救。警方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有关的身份资料。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不让我死了算了？让我死了算了，让我死了。盗自杀是犯法的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要控告你了。我死都不怕，我怕你干嘛啊？让我死了！挖起来！阿哥，我死了！快点！二夫起来！阿哥，阿爷呀！大哥，大嫂，我对不起你。二叔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别这么说啊！我很对不起妈。阿哥，过去的事不要再说了，先把病治好吧。治不好的，这病治不好的，我这辈子算是毁了。什么毁了？你只要好好听医生的话，定时吃药，定时洗肾，你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轻易放弃你生命呢？我这生命是完了，我就什么都没了。我什么都没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二哥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生命是宝贵的，有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活下去，你为什么要放弃？对，谁不想活下去啊？
我已经想到我这辈子我要牺牲，我想到我都快发疯了。二叔，你熬得过去的，你可以熬过去的。大嫂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的伤口还没愈合的时候，药查证一出现又在其他地方开刀，装没完没了的痛苦受够了，我投降了，我放弃了，完全放弃了。阿哥为什么要放弃？你以前不是一向都不认输的吗？你的斗志去了哪里啊？今天有病的是我，不是你，就是插在我身上，不是插在你们身上，这痛苦你们不了解的，不会了解的。阿哥，你要坚强啊！他们不能，我能。妈，你怎么会来了？立中，关我的事的，是妈妈听到你们的谈话，硬要我带她来的。传业，你真的想死？你受到这么点痛苦你就想死？那妈呢？妈不是早就应该死100次、1000次？别人不知道针插下去的痛苦，但是妈知道。我已经一把年纪了，但是我都撑下去，就是因为我不想离开你们。如果老天爷能够给我多几年命，我真的很想见到立宗他成家立室，丽琳她结婚生子，看到杰人上大学，我的曾孙出世，我一路撑下去，一直没有放弃。你呢？你还那么年轻，你就想放弃你自己的生命？你受这么一点苦，你就没有勇气活下去？你不配当杰人的爸爸，你不是我的儿子。你真的想死是吗？好，我陪你一起死。你要跳楼是吗？我们一起去跳！阿叶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原谅他吧。对不起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一定会活下去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准时洗肾，我不会再让你伤心了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传业。妈，时间不早了，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还撑得住，都是我不好。那天见你神情怪怪的样子，应该看出你有事了。如果把你留住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。妈，你不要这样说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操心了。是我把这病遗传给你。我自己受苦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连累你一起受苦？妈，这又怎能怪你呢？是我平时不注意身体，每天大鱼大肉，又经常喝酒，明知道自己有高血压，又不按时吃药，才会落到今天这地步。就算要怪我自己。你别想这么多，
不管怎么样，你要记住，你还有妈，还有兄弟，还有一家人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。船家，妈，出来了。大哥大嫂，好了，我们回去吧啊。大哥啊，我到我们家去吧。我们的家虽然小，你还是挤得下的。对啊，二叔，你睡我的床，我可以睡沙发的。立中你真乖，可是二叔再也不能够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二叔啊，你这么说就是不把我们当自己人了。我当然没这个意思啊，大嫂。你们别争了，我一个人住，二哥去我那边比较方便的。就这么决定吧。啊，船家，你送船叶到船国家去，我们3个人搭德士回去就行了。妈，还是让大哥送你们回去吧。你又不听我的话了，来，你快点送他回去，他还需要休息。阿夏，好好照顾妈，看着妈妈。哦，来，爷爷，走吧。妈，我们走了。拜拜。你们随便坐吧，我倒杯水给你们。爷，坐。大哥，你的水放在这边。好，谢谢。你不能喝太多水，我倒一点点给你。谢谢啊。我记得小时候他最懒了，有他在的地方东西都乱丢的，没想到他自己一个人住，竟然收拾得这么干净。人是会改变的嘛。是啊，人家苏里啊很爱干净的，他要是不改变的话，就把人家吓跑了。那你们2个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日子还没有定。快了，快了。妈说啊，最好今年呢能够把喜事办好，明年她就可以抱孙子了。妈都那么多孙子了，还会那么急吗？老人家当然希望子孙满堂，越热闹越好了。再说啊，妈能够撑到现在已经是不容易了。不过现在好了，阿叶回来了，妈一开心，身体就慢慢好起来了。别再怪自己了啊！妈这么疼我，我却这么对她，我真的是不应该。你知道就好。以前你只会听你老婆的话，也没有好好的照顾妈，也瞧不起我们这些兄弟。你现在终于知道谁对你好了吧？阿国，其实传国说的没错，我真的不配你们对我好。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妈没怪你，我们也没有怪你啊，阿国啊。谁叫我是你弟弟啊？做兄弟的有今生没来世。不过我还是希望来世能够跟你们再做兄弟。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？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个没出息的哥哥，我愿意。那你呢？我当然愿意啊。过来！你报，大新闻。什么新闻？哎呦，CY 跳楼自杀的新闻啊！什么？他真的搞到去跳楼自杀？哎，死了没有？还好及时被人发现，要不然啊，真的去见阎罗王了。哎呀，有病就去医咯，干嘛那么想不开？也难怪他想不开的。我听说啊，得到肾病的人要洗肾死一辈子，半死不活的，不是更痛苦吗？哎，你们说过了没有？人家有病已经很可怜了，你们还在这里幸灾乐祸。我们哪有幸灾乐祸？对呀，我们是在同情他。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哼，那你呢？你还不是因为他有病，所以跟他分居？有什么资格说我们？对呀，老公一有病就把人家踢开，难怪人家说最毒妇人心。喂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哎，小心他在 Mr. 面前告我们一状。做工，做工。
这些男人就是这么贱，别理他们。哎，下班后我要去医院看Jane，你去不去？对啊，最近好像很多天没见到Jane来上班，发生什么事了？Jane，我和美珊来看你了。是你们啊。Jane，你得了什么病？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Carol 没告诉你吗？Jane 是得了乳癌。乳癌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现在不是很健康的吗？怎么会得乳癌呢？我就是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健康，从来没有去做定期检查。Jane 是在洗澡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腋下靠近乳房的地方生了个小硬块。本来她并不在意，可是后来发现乳房开始变形，甚至乳头还流出分泌物。我就知道我不能再拖了，只好去看医生。结果医生说是 cancer。如果我及早看医生，癌细胞就不会扩散，就不用把整个乳房给切除了。那现在乳房切除了，是不是就没事了呢？太迟了，我体内的癌细胞还在不断的扩散，就是连医生也不能肯定我还能够活多久。你不要太担心了，现在医学发达，你是不会有事的。美珊，你说是不是？Jane 是在洗澡的时候，无意间发现腋下靠近乳房的地方生了个小硬块，结果医生说是 cancer。如果我及早看医生，癌细胞就不会扩散，就不用把整个乳房给切除了。为什么我不要定期的去做身体检查？如果及早发现的话，可能就不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。医生怎么样？我没事吧？根据初步的检验，你左边的乳房的确发现有硬块。那我是不是得了乳癌？是不是乳癌，我们现在还不能够确定。我先安排你做一次 X 光扫描。医生，如果真的得乳癌的话，是不是要把整个乳房给切掉啊？我现在还不能够告诉你，一切呢都要等到做过详细的检验之后才能够确定。可是我一向来注意饮食，注意健康。而且我常常做运动的，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？注意饮食，常常运动，对身体当然是有一定的帮助。不过最重要的呢，还是要定时检查身体，尤其是过了35岁的妇女，最好呢是能够每1年做一次全身检查，包括乳房还有子宫的检查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即使发生什么事情，也能够尽早治疗。你在这之前都没有做过乳房检查吗？很多人就是像你这样子。那等到病情发作的时候呢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那我是不是没得救了？
医生，我不能死的，我的儿子还很小，医生。你不要太担心，我先安排你做 X 光扫描再说，好吗？保持平衡。6，如果有不舒服的话，要跟我说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多一套，好不好？1、2，很好。好了，我们就做最后一下。很好，大家今天都做得很好，我们现在可以休息啦。不用。哇，你今天好威风啊！有2大护法守护着你呢。是啊，雅妹啊，你好福气哦，儿子和媳妇都很孝顺你。你还不是一样？妈，我们起来休息吧。二哥，你的申请被批准了吗？哦，我们之前就接到通知，所以二哥今天就可以来洗肾了。他还约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洗肾，他说可以照顾我。我的申请能够被批准，还真的要谢谢你呢。不要谢我，要谢呢就应该谢谢 AnnCare， 帮助病人减轻经济上的负担是他们的任务，也是他们的宗旨。还要谢谢热心捐款的人士，有了他们的支持，肾脏病人才能够积极的面对生活，活得更加充实开心。妈，你看他们一唱一和的，夫唱妇随，多登对。错，是夫唱妇随，你怎么可以把我摆在他后面呢？夫唱妇随也好，妇唱夫随也好，只要大家互相扶持，觉得幸福，觉得快乐，那就够了。妈，你怎么样？痛不痛？妈洗肾都洗了这么久，早就没有感觉了。倒是你还习不习惯？妈，你这么辛苦都走过来了，我现在跟你一起洗肾，就算有点不习惯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没事的。那就好了。你今天的气色看起来很好啊。谢谢。我不打扰你了。好。微微。微微。你们都在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哦，我和立国一起帮忙 AnnCare 拯救生命35载的活动，希望能够筹到更多的款项，也希望 AnnCare 拯救生命的工作能够延续35年，甚至350年。那太好了。所以我说嘛，人间还是充满着温暖跟希望的。微微，你觉得身体怎么样了？一切操作正常，吃了药也没有任何排斥的现象，感觉很好啊。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，可以恢复得这么快。也许因为这是拉拉的肾吧，我时时刻刻感觉到他的存在，他并没有离开我，他一直都在守护着我。微微，真的，我并不觉得孤单寂寞，因为我知道，无论我到哪里，他都会在我身边。为了他，我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。尽我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想德宝在天有灵，都会感到很安慰。微微，你是我见过的女孩子当中最坚强的一个。是拉拉的爱令我变得坚强，她把爱留了下来，我就有责任将它延续下去，让更多患病的人带着希望活下去。还是别说了。再说下去会觉得很肉麻的。我约了立国去商量 AnnCare 拯救生命35载的筹款活动，改天找你们吃饭。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你看他那么健康，那么充满着活力，谁会想到他曾经是个肾脏病人？你在想什么？
你说他会不会跟德宝人鬼合一啊？和你的头脑胡说八道。哇，就算不是，你也不用打我的头嘛，会笨的。你本来就不是很聪明嘛。哇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？对不对啊？妈，今天是什么大日子？为什么有那么多菜？有的吃就吃了，你那么多话。爸爸回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妈，今天这么早收工啊？哎呀，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呐！我今天晚上不出车了，可以吃了吗？可以吃饭了，吃饭，拿来吧。那你不是少赚很多？钱是赚不完的，够用就好了啊。是啊，一家人平平安安一起吃饭就是福气。先下手为强，才有口福。喂，立中啊，这个鸡腿不是给你吃的，你妈说要留给二叔的。哦，哎，立中你吃，来。哎，大嫂你太客气了你。你大哥说你喜欢吃鸡腿的嘛，来，这里还有一只，拿去吃吧。谢谢谢谢。爸，你怎么知道二叔喜欢吃鸡腿？我当然知道啦。我们小的时候啊，每次过年过节啊，你们的妈妈总是把鸡腿留给二叔的。那你吃什么？我啊，哎，我只好吃鸡屁股喽。妈，大哥在埋怨你。你今天就不用吃鸡屁股，这鸡腿给你吃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你别听阿公乱说，我吃鸡屁股啊，吃上瘾了。那这鸡腿让妈吃。不要不要，你吃。妈你吃妈妈，你不要一直吃白饭，吃多一点鸡肉啊。真的是对啊。哎，真的是很久没吃大嫂煮的菜了，真怀念。那就吃多一点啊，来。这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丽玲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在算人数，你们到齐了还算什么？好像少了一个人。丽玲，不要乱说话。我是说小婶婶，小树为什么没有带小婶婶回来吃饭？他不来不是更好？我们可以吃多一点。好，告诉他。那你不要啊？哎，给只沙鸭腿给你啊！不要告诉他，要是他不肯嫁给我，那就惨了。没有老婆很可怜的。妈，这个力道怎么样？要不要大力一点？不用了，你也累了，你去睡吧。我不累，我想多陪陪你。不用了，去睡吧。妈，你不希望我陪你啊？我当然喜欢啦。你喜欢就不要赶我走，也好让我有个机会弥补我以前的过失嘛。你有孝心，妈也知道。难道你怕我时日不多？妈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我已经老了，该走就会走的，怎么会长命百岁呢？你看你不是说过要看着孙儿成家立业，等着抱曾孙的吗？那是妈太过贪心。李宗现在中学都还没毕业，要等到他成家立室，太遥远的事了。但是，妈有一个心愿。我知道，你是希望传国跟舍里早点结婚嘛，对不对？传国和苏里的婚事，他们自己会安排，根本不用我操心。但是，我担心的是你。你真的打算这样下去？那杰人怎么办？他没爸爸的管教，他将来会变成怎么样？你有没有想过？我当然有想过，可是我也不想这样，我真的是别有选择。我有3个儿子，应该有3个媳妇。缺少了一个，我将来走的时候，我怎么安心呢？妈，你看大嫂她这么贤淑，舍里又这样有爱心，你有2个这么好的媳妇还不够啊？那些不孝的不要也算了。在妈的心里面，凡是我的媳妇，都是最好的。
要是美山听到你这么说，她心里一定会很惭愧的。美山，你在电话里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已经做过 mammograms， 证实是肿瘤。医生会再进一步做乳房组织切片检验，看我的肿瘤是恶性还是良性。如果是恶性的话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君是这样，你也是这样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你没跟你老公说？你别这样了，你有个儿子，你总是要为他打算。如果你住院治疗的话，谁来照顾他？不知道，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，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个男人在身边，多好啊！我看你还是去把你老公找回来吧。之前我这样对他，他也未必肯回来。况且，他现在自己有病，怎么去照顾阿伯呢？不如把你的儿子送去澳洲，暂时让你妈妈照顾他。澳洲这么远，要见一个面都很难。我哥有这么多孩子，我妈一个人怎么照顾呢？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舍不得离开你的儿子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其实，一个女人再怎么能干坚强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总是希望身边有个男人可以依靠。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孩子的父亲，把他找回来，大家有个商量啊。妈咪吃饭了。你干嘛？妈咪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听见你在电话里跟 Carol 阿姨说的。妈咪没事，来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妈咪，你不要靠近我，你有病，你会把病菌传染给我的。妈咪，你坐那边。雅迪 ，What is this? Mom, not me. 哎呀，妈咪，你不要骂雅迪了啦，是我叫他把盘换掉的。不呀。以前妈妈住在我们家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做的。现在你生病了，你的东西也要跟我们分开，这样才不会把病菌传染给我们。妈咪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哎呀，糟糕！哎，我你干什么？妈咪，你不要拿我的钱！我拿你的钱干什么？你现在生病，你会趁我不在的时候把我的钱拿去医病。雅迪，雅迪 ，come come come， help me to keep this. Don't let my mommy take away. Keep this. Boy， 妈咪这么疼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妈咪，是你说的，做人要多为自己着想。如果你把我的钱拿走，那我就没有快餐吃，不能出国旅行，不能读大学，你会拖累我的。对不起，妈咪不小心要打你的。不要，我讨厌你。妈妈生病，你不喜欢她住在这里。爹地生病，你也跟他走。现在你生病，我也不要你，我不要被你拖累。
生，对方说希望你再减多1万块，我是1分钱也不会减的。可是你这个价钱是很难找到白主的。这个你不必替我担心，朋友介绍我一个很好的经纪，他已经帮我找到买主了。王太太，这里的装修都还很新，这里地点真的很不错。是吗？你看，巴萨就在对面街，Central就在附近，如果你要搭巴士或地铁都很方便。是挺不错，可是我儿子学校离这比较远，这样让带他去上学，我不放心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这里有校车去你孩子的学校，那如果你包校车由他们接送，你就可以更加放心了。是吗？真谢谢你呀，你替我想真周到。哪里，替你们服务是我的荣幸，只要你们满意我就开心了。那如果你们2方面都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签同意书了。可以啊，来，请。来，那王太太，请签这里。好。那照规矩，现在你应该付定金给林先生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可是我忘记把支票簿带来了，明天你来我公司拿好吗？明天啊？对不起啊，明天我要洗肾。你有肾病？是啊，得到这种病，1个星期要洗肾3次，让你们迁就我的时间，真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那明天我把支票送过来好了。那麻烦你了。你不说，我还看不出你有肾病呢。是啊，你这么乐观，这么开朗，工作能力又这么强，真的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只要我们定期洗肾，还有注意健康，我们还是可以如常生活的。那好，我明天把支票送过来，我得先走了。来，我送你。来。OK。再见，慢走啊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来 ，Kelly， 你的咖啡。哎，谢谢。那你自己呢？我必须控制我的饮食啊。哎呀，怎么好意思让你请客？你不好意思，改次由你来请。你变了。是吗？胖了还是瘦了？你知道我不是指这个啦。看到你今天的成绩，我真替你感到高兴。谢谢。前些日子听到你自杀的消息，我真的想去看你的，可是又怕刺激你。哎，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。我已经是死过1次了，还不好好做人。那段日子不容易熬过来吧？如果没有朋友跟家人的支持跟鼓励，我想我永远都不会站起来。我感到很惭愧，帮不到你。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。以前是我自己不会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所以老是得罪客人。不过现在啊，不管客人多无理取闹，我都有办法应付。哦，什么办法？喏，给他们看这个啊。只要他们看到你的笑容，不管他们的脾气有多大，都发不出来的。那我不是要多多向你学习啦？对不起啊。喂，啊，我是。哦，那个地方我知道啊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约好半个小时见。啊 ，OK， 拜拜。什么？又有生意上门了？朋友介绍的。你的身体支撑得了吗？没问题，我自己会有分寸的，我不会让自己累坏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好了，拜拜。拜拜。Carol， 是你呀？哎，怎么是你啊？难道你就是我表弟介绍的那位房屋经纪吗？是啊。来，请喝水。哦，谢谢。你这房子不错嘛，为什么要卖呢？哦，我的家婆70多岁了，身体越来越差。我老公打算把这间房子卖掉，搬去靠近他住的地方，以方便照顾他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来，请坐吧。好啊。那如果你把你的房子交给我卖，我相信我可以为你争取到好价钱的。谢谢。我听我表弟说，你卖房子卖得很不错，1个月就做了好几宗生意，销售成绩非常好。哪里？全靠客户的支持跟信赖。如果美珊知道你现在的情况的话，就应该很放心的把 Jerry 交给你照顾。美珊她怎么了？那如果美珊发生什么事，我希望你告诉我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乖呀。
妈。Boy， 你还在生妈咪的气啊？妈咪上次不应该打你，妈咪跟你说对不起啊。Boy 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来，陪妈咪去吃饭来。我不要，我要跟雅弟一起吃饭。Boy 呀，我是你妈咪呀，跟我走，来。我不要，我要雅弟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。你再说一次。我要雅弟，雅弟没有生病，雅弟会照顾我。你有病，你只会拖累我。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。你给我听清楚，雅弟不是你妈咪，我才是你妈咪。跟我走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雅弟，我要雅弟，我要雅弟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。你再说，我把雅弟送回去，让你永远见不到雅弟。你把他送回去，我就跟他一起回去。你是我儿，我讨厌你，我不要你。你还说，哪你是坏人，你打我，你打我，我不要你，我要跟雅弟一起走。走，全部给我走！你进来还好吗？不错啊，我现在是房屋经济，生活还过得去。我昨天遇见 Carol， 是她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。啊，你说，这是不是报应？以前我怎么对你，现在就轮到我怎么对你。你别这样，阿伯也是因为不懂事才会这么说的。我做错了吗？难道做人不应该多为自己着想？我以为这样叫阿伯是没有错，将来他长大之后才会懂得保护自己，不会吃亏。可是为什么，当他向我说出同样的话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好痛？要是阿伯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也是我们的错。如果他将来只会追求名利，他一定会失去很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。人往往在得意的时候会不可一世，非要到遇到困境的时候，才恍然大悟，什么才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。那你还恨不恨我？怎么会呢？做母亲的都是伟大的，就很像我妈，她包容了我的过失，才能够让我好好的面对生活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教育阿伯，让他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。那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把你的病养好。至于阿伯的事，就让我来操心吧。